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这个泽伦斯基现在是不是悔不当初啊？当初怎么相信了美国，相信了可以加入北约哦？现在看起来，美国一转头，已经是不一样的对他讲话的态势了。你看看川普讲到的泽伦斯基是给你时间限制的，我们来看看川普的讲法。President Zelensky talke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o spending $350 billion to go into a war that basically couldn't be won, that never had to start and never would have started if I was president, not even a chance, and it didn't start for 4 years. I love Ukraine, but Zelensky has done a terrible job. His country is shattered, and the only thing he was really good at was playing Joe Biden like a fiddle. He played him like a fiddle. That's an expression we use, yes, sir. 对，他现在讲到泽伦斯基，就是先给你算钱，然后说你做的不怎么样，现在打算把你给换掉，因为你都在那边跟拜登在那边想办法捞钱。那讲起来好像就是这样子啊，用独裁者来形容泽伦斯基哦。只是记得在过去这一场俄乌战争当中，每次都是拜登用来形容普丁哦，但现在这个词已经灌到了泽伦斯基头上，而且还警告泽伦斯基哦，动作快啊，否则国家要没有了哟。那他说呢，泽伦斯基作为一个没有选举的独裁者，最好赶快行动。那你现在不断的就是你是一个喜剧演员呢，然后一直说服我们这样把钱掏给你，甚至他现在这个价码已经喊到说你要还美国5000亿呀，那泽伦斯基吓傻了。我们来看看泽伦斯基的反应是什么。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дали нам на сьогодні біля 60,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мільярдів, те, що ми отримали зброєю, і ми отримали ще плюс 31,5, 67 зброя і 31,5 – це пряма фінансова допомога в бюджет. Були якісь окремі програми. Безумовно, вдячні за всі ці гуманітарні програми, але це не можна нараховувати 500 мільярдів. Ось це все коштувало 500 мільярдів і поверніть нам 500 мільярдів мінералами або чимось там тощо. Це не серйозна розмова. 对，现在泽伦斯基恐怕真的当初怎么相信了美国呢？那你看看现在乌克兰的前总统就很酸，泽伦斯基闪兵4次了，根本没有服过役了。当时他就是因为演戏演了一个总统啊，后来就在总统大选里面赢了这场选举但是却把乌克兰带向了这个不可能加入的北约，引发了这个战争嘛。那我们看看这个现在泽伦斯基还是好像不愿意下车哦，他讲说川普是活在假讯息里面，不会为了协议卖国，但是轮得到乌克兰说的算吗？现在看起来这个大国上桌，小国就只有听话的份哦，因为这个好像现在目前态势看起来都是美俄说的算哦。普丁有讲说愿意同川普会面，现在就会面之前要做好相关的准备。那克宫也讲说已经开始在为两国领导人实质会晤在做一些准备了哟。那美俄要搞乌克兰问题的3步骤方案，拉夫罗夫讲，美俄现在正在考虑就这个问题提出3步骤的和平方案。第一步就是先停火，再来就是乌克兰要举行大选，也就是换掉泽伦斯基然后再来签和平协议有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说法呀。那人家去问了拉夫罗夫说目前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泽伦斯基现在恐怕就是要乖乖待在基辅来等这个川普派来的凯洛格，就是俄乌问题特使来讨论看看就是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未来不应该是跟普丁同行，而是应该跟和平同行还不断在对美国以及对欧洲在喊话。那再来看看这个马斯克讲到说，其实这一场战争这样看下来，他说美国人民不应该为欧洲的安全买单这说不通为什么美国纳税人要承担欧洲2/3的防务费用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美国没有意要再继续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好像保护欧洲的安全。欧洲当然也感受到这个不妙的氛围所以呢北欧还有波罗的海的8国他们现在开始进行自己在做一些备战因为他们预测可能俄罗斯认为北约软弱，有可能会在5年之内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在欧洲来发动。他们觉得欧洲就是普丁对于欧洲的野心不止于此那我们来看看马凯硕，他提到
他说，欧洲沦为美俄谈判的边缘人，现在恐怕只有3个方法能够颠覆常理的选项来挽救他们这个边缘化的一个角色。第一步就是退出北约的威胁，才能够让川普警觉。第二步呢，就是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妥协，那核心利益上面相互让步。第3步就是从非洲人口爆炸来看呢，欧洲跟中国来建立战略协议，恐怕欧洲才有一点点能够去谈判的一些基础啊。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川普真的这个对泽伦斯基已经有一点点极为火大了，极为火大。那所以他昨天在他的这个Truth Social个人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写了一番很长的文章，不是3言2语，写了很长的文章。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川普对泽伦斯基突然这么火大，因为泽伦斯基居然公开批评川普，他说：“你川普，你是活在哪里？你是活在假新闻的空间里面，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你都被骗了，你被普丁骗，你被所有人骗的意思，对你活在假新闻的空间里面。”这句话，川普怎么能听得下去呢？对，川普写了这篇文章，而且川普昨天在迈阿密的一场这个集会里面，也公开把这篇文章的重点又讲一遍。我现在手上有这篇文章，你看他一开始怎么写？他说：“我们想一想看，一个小有所成的一个喜剧演员，居然说服美国花了3500亿参加一场无法获得胜利的战争。”第一句就这么开头，用词真狠。对，然后呢，他说呢，泽伦斯基承认他拿到的钱的一半都不见了，half the money is missing。然后呢，他同时拒绝举行选举，而他在乌克兰的民调非常的低，他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玩弄拜登就跟玩弄小提琴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叫怎么样？他叫说呢，他就说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一个独裁者，他指的当然泽伦斯基，你最好你赶快采取行动，你行动快一点，要不然你的国家就会消失了。这种话讲得多重最后他讲什么？他说泽伦斯基大概想要让这一个怎么样非法手段赚快钱的这一个方式能够继续下去。但是呢，川普我很爱乌克兰，所以呢，我告诉你，泽伦斯基做了非常他的工作非常的糟糕他的国家已经怎么样？已经支离破碎，你看造成数百万人没有必要的死亡，而且这件事情还在继续。这就是川普给泽伦斯基的讯息。你觉得泽伦斯基还能够混得下去吗？来请教杨老师。川普说泽伦斯基是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那川普就是经过选举的独裁者。时代杂志的封面用川普的一张像，上面戴着皇冠，然后写国王万岁 Long live the king。 白宫的工作人员还自己在发这张图，为什么？因为川普下令取消掉对于外州进入到纽约必须要付塞车费的这个规定。Long live the king。 我觉得其实川普在指桑骂槐了，他当然知道这个战争是拜登跟整个美国建制派20年来不断积辛楚虑的想要去透过乌克兰去挑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对抗。不幸的是，战争真的发生了。从广场革命到
这个塞维奇下台，到克里米亚并入到俄罗斯，最后到2022的战争发生。那这个非常精心策划的，都是美国在后面推动。当然，攻击乌克兰的是俄罗斯，但这个我们现在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回过来看呢，其实后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泽伦斯基他也刚好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你看，在整个这3年的过程当中啊，泽伦斯基扮演了一个超越他自己本身在乌克兰的这个角色，英语都讲不太好，可是呢，到处受到支持欢迎，不就像是后面被掌控的？川普的这一段话里面有2个点，第一个是，就我给你那么多钱，那马上泽伦斯基回应，我其实这个没有收到那么多。那川普说有一半不见了，那一半不见了是谁把它搞丢了？马斯克正在查。我觉得民主党跟军工跟国防部到接下来会很难堪。然后他更进一步说，你泽伦斯基还想留下来，就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歪歌的方式可以获得钱，对不对？各位，我觉得川普手上一定有证据，后续一定还会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了解 ，Long Live the King， 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帝，一个想要恢复19世纪帝国主义的川普大帝，你去跟他呛声，你去跟他杠，那除非真的你要有底气，至少你要像有墨西哥、加拿大或者是中国这样子的底气。然后呢，他也直接跳过所有欧洲，跟你去跟普丁直接谈。这个月底，他们可能这个双普会就会成型。那这个时候，你要保住你自己，你要保住乌克兰，那你要保住这个战争为乌克兰牺牲的这些意义，其实可以理解。但是呢，你也必须要检视一下你自己在过程当中你的角色、你的所作所为，以及你是不是真的拿了钱。所以我是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很快的，这个剧码会变得非常快的，会有更多的东西出来。那大概就等待双普会之后，川普和普丁这俄乌战争大概就已经定了方向。那欧洲国家根本在旁边摇旗呐喊也没有用，在过去，现在旁边在那边怨声叹气，要被美国抛弃了。我想要收编欧洲还不容易，川普给个糖吃，大家都会抢着要的。好，请教将军。这是乌克兰的国家的宿命啊，因为他们选民选错了国家领导人，现在自食恶果。乌克兰应该算是人间天堂，一片黑土啊，非常肥沃。这个也是一个东方跟西方文明的一个交汇点。你看它的基辅的建设，还有它各大城市的建设，在以前战火之前，但是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满目疮痍，已经由人间天堂转为人间炼狱。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他选错了国家领导人。泽伦斯基他原则上是一个战略文盲也好，或战略白痴也好，说犯了非常多的重大的战略错误，这是他非常可惜的。你看这个，他说这个他现在要去得罪川普，这是万万不得啊，千万不要。因为乌克兰要靠美国3件事啊。第一个，乌克兰的武器装备都要靠美国啊，没有美国，他向谁拿？向法国下还是向德国？不可能的事情嘛，还是要靠美国嘛。没有这个美国武器装备，你行吗？不可能嘛。第二个，这个相关的经济相关的这个金钱财务都要仰赖美国，因为美国才有钱呐。你其他小国家，意大利、英国、法国不是那么有钱的国家要撑住这几千亿美金，只有美国拿得出来啊。你要靠美国，你现在还能够得罪川普吗？川普才上任1个月，这不可能得罪川普。第三个，将来要跟俄罗斯折冲尊主的，全世界大概就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就美国压得住俄罗斯嘛？你如果美国如果不出来，没有办法不出来帮你讲话，不帮乌克兰讲话，不帮泽连斯基讲话，那谁帮你讲话？法国、英国的分量不够嘛，德国更称呼其后了。所以看了泽连斯基都一步错步步错，那领土丢了，人口死亡很整届，然后钱欠了一屁股债，你怎么办啊？这个国家领导人，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乌克兰这个国家国运没了，可能会从地球上消失，我们都不要很
很讶异、很惊讶，我都认为是这个样，因为非常的国家的一个援助领导人，整个国家是这个不是全军覆没啊，是全国覆没，是变成这个状况。欧洲也犯了错误，这一次在俄乌战争，欧洲原则上要走调纵的角色，要在乌克兰跟俄罗斯做调纵，但是欧洲走错是走在拱火的角色。哎，给你幻象战机啦，帮你训练飞行员啦，然后给你豹1跟豹2坦克啦，是这个样。我认为欧洲不要这个样，因为欧洲不派兵，你就不要拱火。欧洲如果敢派兵，欧洲可以拱火，因为他是参与者。就欧洲是旁观者，旁观者千万不要拱火，拱火会害了乌克兰。结果他们走错了，他们不参战，结果一直拱火。那你知道这个叫小国怎么去对抗俄罗斯呢？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这个国弱胆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国弱不要胆大，你国弱胆大就变成信心超过能力，那会造成国家的覆亡。他们就犯了这些重大的战略错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在美国现在大动作在裁减一些人力啊，所以引发了很大的这种反弹声浪。人家也在挑拨说，川普是不是马斯克才是总统啊？那他们现在展现出来麻吉麻吉的这么一面呢？马斯克甚至还秀出来，就是他的 T 恤上面写着科技啊，就是说这个代表说我是为总统提供技术支持的。他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我 T 恤的原因啊。他很懂得这个老二哲学啊，在这个川普面前。那川普就讲到说，用马斯克说，找不到比他更聪明的人了，所以两个人展现好交情啊。那之前其实Twitter 时期呢，不是当时把这个川普的账号给封了嘛？那时候川普就很生气，有告 Twitter 那现在变成了这个马斯克买下 Twitter 改叫 X， 那但是这个赔偿还是要有啊。结果那个马斯克说，川普还给了他折扣哇，才1000万美元，好便宜呀！就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啊！我爱总统，他是个好人啊，他很懂得这个川普要什么。那川普也讲说，我这是给他非常低的价格，其实我是想拿到更多钱的，但是就是冲着这个马斯克，所以给他了很大的折扣那他甚至讲说呢，原本有想要找看有没有比马斯克更聪明的人来领导效率部，但是努力找过就是找不到啊，就是找不到比他更聪明的人。所以就选定了这个人两个人你夸来我夸去的简直是要展现是他们现在交情有多好，好像站在同一条船上，没有人可以这样子离间他们那你看看这个政府效率部，大家在讲说，那我们称呼马斯克要叫部长吗？还是要叫什么？川普说，随你怎么叫，反正他就是一个爱国者，就是已经把这个防线设在那边，不要想要来挑拨我跟马斯克。那但是呢，川普是不是把这个盟友倒是推向了中国大陆去？你看这个中日美3大债主中日英3大债主现在在减持美债根据去年12月这个美国他们的一个统计就说发现到这3国都在减持，现在减持了810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减持了96亿元算是比较多的那大陆的商务部长也建了日本的企业访问团，就说现在要中日来一起合作对抗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因为其实哪怕是盟友的话，川普也不会比较客气一点，照样盟友要该征的税他还是会征而且现在这个晶片的关税他讲了，预计4月开始针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然后半导体药品也是25%起跳所以看起来这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关税战恐怕真的盟友们都得要自己拉帮结派来想办法应对了。那也反映出来，现在川普的最新民调是路透社做的，他说不满意度已经突破了50%，有一些选民认为他是不是经济方向做错了，一直在科关税的情况下，恐怕最后买单的是美国自己民众。那再来，大陆现在也有一些应对政策要收紧稀土的开采控制，那就是避免稀土流到美国手上没有获得指标组织的或者是个人都是不得从事开采相关的工作。那还有电池也已经停止了锂技术的出口，
所以你看看这个已经开始做一些相对应的准备了，就是你限制我半导体，我在稀土或是电池方面的话，我要反掐你的脖子。那美国跟他这个各界人士跟王毅他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见面的座谈。那王毅有提到了这个中美双方应该要实际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来推动关系好起来、稳下来才能够互利共赢啊。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在着重跟民间的对话，看看是不是能够绕过这个美国这样子制裁跟民间来友好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再来就是华为，他们现在对于半导体生态链他们有一些应战措施，他们所谓叫做备胎计划 2.0 啊，那要突破包围圈。现在华为也是说要稳扎稳打的来做一些相对应的措施。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川普跟这个马斯克的关系可以说极为密切。虽然这个美国的自由派媒体一再的想要建立两个人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做得太明显了。基本上川普跟马斯克都看得懂，就是你在建立我嘛，就是让两个人的关系搞坏，所以逼着川普出来表态。我觉得逼着他需要马斯克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必须要给马斯克足够的支持，因为马斯克做这件事情，说实话吃力不讨好，真正获利也只有一个人，就是川普。对，所以川普他很会用人，他对他自己的人第一个他会保护他，他会支持他，他会夸奖他，可是这是要对他效忠的。对，如果不效忠的，事实上很惨啊。对不对？像这个 John Bolton 这个波顿，川普一上来就把他的这个怎么讲，把他的安全保护就撤销了。还有这个 Pompeo， 这过去都是跟着川普做大员吃香喝辣，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可是他们都背叛了川普。对，川普都没有忘记啊。你知道，就是 Pelosi 跟这个 Bolton 他们的安全保护把它撤了以后，他们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在任内也是怎么样，做了很多在海外发动很多怎么样军事行动的，都知道这个账是算在他们头上的，所以他没有这个特勤人员保护，他个人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前2天我看那个 John Bolton 上电视，在 CNN 的那个采访，我不认识啊，几乎老了10岁。所以川普真的你只能做他的朋友，你要做他敌人的话，下场是蛮惨的。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昨天在迈阿密，这个川普参加当地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Elon Musk 也在现场，所以川普讲的这些话，就说我们就选定了这个人，他 Elon Musk， 他说 Elon 在下面 ，Elon 在下面至少，川普在迈阿密参加活动 ，Elon Musk 就赶到现场，捧场坐在下面。你看 Elon 也是非常，Musk 也是非常聪明，很会做官的。然后呢，川普还说，我喜欢头脑聪明的人，我喜欢高 IQ 的人，这些人真的是能做事。然后他的演讲里面用了很多 Elon Musk 提供他的资料。第一个谈到这个 USAID 这些机构浪费的像4000万美金给谁，3500万给谁，4000万给谁，2000万给谁，他全部一杆账全部都出来。这有必要吗？对不对？你去那个什么给印度，帮印度什么做什么事情？他说印度需要我们这个钱吗？他要给亚洲给了4000万，亚洲做的比我们还好呢。另外他还把这些所有美国的社会福利局所发放社会福利的目标他把它一个一个照数目讲出来。他说美国人口只有3400万，3亿4千万，结果呢，美国的社会福利局发放社会福利的人口有3900万，那也就是说有5000万的是幽灵人口，这个幽灵人口就不断的在发钱呢，发到哪里去了？这个简直是让美国人真的下巴都惊掉了，我们也看了下巴惊掉，没有看过这么贪腐的政府。可是呢，你要去抓到这个贪腐的政府的话，你要有证据，Elon Musk 就可以找出证据。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真的是居功甚大，立了很大的功，所以不要想去建立川普跟 Elon Musk 两个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好，请教杨老师。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其实各国都在做平衡，都在做避险。一方面是面对川普的关税战以及全球的战略的变化，
那怎么样去因应反制？他如果真的来，我们就报复。但是呢，如果有空间可以跟他谈，甚至这个请他豁免，毕竟自己本国的出口才是真正的自己的利益。可是我刚刚提到，在今年下半年，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对抗会开始全面的展开。那中国大陆准备好了没有？那你最近看到日本首相石破茂，他是说他5月份想去北京。5月9号，我们知道习近平应该会前往莫斯科去参加5月9号二次大战结束80周年的纪念。同时，当然也是因为你看到普丁跟川普在谈俄乌战争关系重修，那这个中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然要再巩固一下。它不是那么紧张，因为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跟地缘上的考量，不是这么一个俄乌和谈就可以颠覆中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你还是要加码去努力。同时，中国大陆在关税战，目前我们看到它去年出口美国占它全部出口的11.2%，相较于以前16%最高的时候，降了很多，降了5%。然后呢，但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954亿美元，只占它去年全年出口的30%，没有错，它去年全年出口赚了1兆美元。那同时呢，还有它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反制上面，它也掌握那个稀土以及就是稀有金属，那美国现在也被卡脖子了。我觉得这个贸易战上面其实中国大陆已经打了7年了，不是那么紧张，你还能再往上加吗？那基本上其实你自己吞下去而已。科技战现在基本上已经证明，2025中国制造除了半导体这一块，其他大概都成功了。这是我们台湾的《天下》杂志做的整理。然后呢，但还有呢 ，DeepSeek 颠覆全世界，都没有话讲的。还有呢，在制造的产值，这是联合国在去年12月发的报告，2个月前。现在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产值是占全球的27%。各位，25年前2000年的时候只有6%，它现在变成27%。然后联合国居然预测到了2030年，6年后应该5年后吧，中国大陆的生产产值来到45%，全世界的45%。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看看前面几年它的占的这个比例。如果到那个时候，你的生产产值、你的科技发展，你还怕美国什么科技这个卡脖子吗？应该倒过来吧。那最后这个军事层面，那在西太平洋，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军事的这个优势、平衡的优势，已经优于美国在这个区域的部署了。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我们怎么看？那当然，这个川普了不了解？川普团队了不了解？了解。紧不紧张？就才紧张。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回来。面对中美之间可能会这个使大招。好，来请教将军。那个中国大陆、日本还有英国来减持美债2兆4300多亿美元，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战、关税战的另外一个战场。那大家就抛售美债，美债目前的10年期的殖利率是4.476%，4.476%是这样，高不高？蛮高的嘞。那你是不是要再调高？你要大家买的话，你是不是再把这个美债的利息再调高？美债利息调高，美国会受不了。美国现在国债36兆美元啊，你要不要调高？你要调高，大家才会买啊。你不调高，大家会抛售。那这样子，那这个进退两难，会变成这个状况。那美国36兆国债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包袱，但是我们要从美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状况。美国就是这样，他在去年202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是他买太多了，就要贸易赤字、贸易逆差嘛，1.2兆美元，你怎么去改变这个结构？太多了。你如果是这个几千亿美元还可以，现在1.2兆美元，怎么样去改？你一直买太多，你现在想改过来，希望卖得多买得少，不可能的事情嘛。美国制造已经薄弱，刚才杨永明教授已经讲清楚，美国制造已经衰退了。它现在只有它的制造业在全国里面内部只有占19.8%是自己做的，那其他是进口。你现在它制造业弱，在全世界的制造业的制造业能力，美国沦为世界第3，第1名中国大陆，这是很清楚。中国大陆制造业铺到全世界各地。第2个欧盟
欧洲联盟那么多国家排名第2，美国第3。那中国大陆跟欧盟在全世界都铺货完毕了，现在美国要重返这个制造业的国际的市场有限了，因为别人已经先占原则，把这些市场都占得差不多了。你美国现在想要去攻占吗？而且美国的人力成本一向过高。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军好，各位朋友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翟轩好，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哦，这个美国的飞机是不是又有这个机温啊？在亚利桑那州哦，有2架小飞机在空中相撞，在19号上午大概8点半左右哦，就2架分别载有2人的这个定翼单引擎小型飞机在半空中相撞，那其中1架是安全降落，另1架是坠毁。然后着火，这已经是2025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10起飞安事故。那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讲说，事发的机场哦是无人管制的机场，在没有设置塔台的这种情况下，飞行员是使用这个交通咨询频率向机场附近的其他飞行员通报自己的位置，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啊。但是现在也被反映出来，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的空军在2024的财年哦，他们其实机队的妥善率跌到了20年来最低了，全机队的平均的妥善率大概只有67.15%，是远低于2023的69.92%，还有2022的71.24%。那对比2004到2006以及2012到2024的数据哦，其实2024年可以说是这20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哦。那包含了像是 F-22跟 F-35的妥善率都特别被点名说，哇，妥善率非常的低，拉低了全美机队的平均值。那这个事故率哦，等于说还被下了这个标题叫做“感恶超硬”啊，是不是？在包含了 F-35在内哦，半个月之内，美军其实已经传出了4起坠机哦，这感觉上面好像已经这个有一点过高了哦。那其实你看看印度的空军呢，他们同期大概只损失了1架北极星直升机，还有1架幻影2000战机哦。那反倒呢，你看看这个美国怎么频传这个接连4起这个军事上面军机的事故哦。那俄罗斯的这个空天军呢，其实同期也只损失了1架苏35的攻击机，所以美国的坠机频率上面哦高的有点异常。那印度不是说最近要买这个 F-35吗？因为他们现在哦自己其实也有一些国产的这样隐形战斗机，所以大家在想说，你看看这个他们到底是会选择加速研发自己的国产隐形机呢，还是会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现在变成了，因为看到美国自己的妥善率这么低哦，是不是会有出现变数呢？那再来看看第一岛链，其实解放军的052D 哦，还有运9反潜机出现在台湾的东部哦，那特殊的装备来侦察核潜艇嘛，那这其实是被拍到是10号跟11号2天哦，在这个西太平洋的海运上空，他们在盘旋侦察之后返回。那这个迹象表明，有可能有外国的核潜舰哦，他们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才会有解放军这相关的动作。那根据这些军事层面来看看哦，其实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舰哦，他们都是携带战斧的巡航导弹，那对于解放军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威胁。另外还有 G7 也表态说支持菲律宾，让解放军有点不高兴哦，因为他们在慕尼黑会议期间 ，G7 就联合发布了声明说，强烈反对以武力改变南海的现状哦，所以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大陆。因此，中国大陆呢就在南海的部分哦，展开了为期4天的军事演习，就坚决表达这个捍卫国土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哦。所以看起来哦，现在可能这个第一岛链比较有烟硝味的地方是发生在菲律宾这里。那再来另外关注澳洲，好像也是最近怪怪的哦，
说澳洲现在开始又变得要跟中国大陆拉远距离了吗？又要回到上一个川普时期那样子，跟着这样子好像是一个小弟一般的角色了吗？你看看啊，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道说，澳洲的海军正在雪梨以东150里处，尾随解放军的海军军舰哦。那这个其实是解放军海军沿着澳洲东岸航行最远的距离。那这个特遣舰是由2艘军舰跟1艘补给舰组成的，那包含了054A 型的这个飞弹护卫舰衡阳号，以及055型的飞弹驱逐舰遵义号。第3个军舰可能是903综合补给舰的维山湖号。所以这样子的动作看起来最近好像频频出现，就是中澳之间的这样的军事上面有一些摩擦哦。那你看看澳方的讲法。他说这个舰艇是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好像想要降温一点啊。那在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讲说，相关问题可以去问这个中方的这个主管部门啊。那大陆的前副外长就讲到了，南海争议其实并不是新的问题哦，大陆在领土跟主权上面的立场其实是非常坚定的。这个前副外长傅莹他就有提到，他说美方所谓的这种航行自由无关正常的海上航行，那大陆会对于个别国家来抵近这个军事侦察采取专业规范以及反制措施哦。那其实也表达了这个中国大陆近期的态度，就是不论是菲律宾也好或澳洲也好，都说你那很贴近我，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底线画在这个地方哦。那另外越南他们现在改造了这个南海的泊礁填海扩大了10倍，中方是立刻抗议啊，就说这个反对他国以侵占岛礁然后做一些非法的相关的建设，所以看起来现在南海的确是蛮不平静的。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美国现在这个空难频传这个1个月之内3、4起，现在还继续，然后2架小飞机又在空中相撞。当然他说这个是在这个没有这个所谓的空管的一个机场可是这2架小飞机它还是相关的附近的这些机场它还是保持联系，所以这一些如此之频繁之空安事件坠机也好，撞击也好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从常理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怎么样？一种系统性的问题了。它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你不能再用说这都是什么突发事件、单一事件。那另外一方面，现在美军的这个所谓的妥善率那么现在降到这么低，可是呢，相对的呢，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不断在增加，到了拜登时候大幅的增加，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了。对，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国防预算，而且这个国防预算在川普的时候还大幅在拜登的这个4年中大幅增加。那应该这个飞机的就是说所有的军事装备的更新或者维修，应该是重中之重啊。如果没有钱的话，那钱有了，怎么还会出这么多事情？而且你看前一阵子 F-35这样摔飞机，对这些事情都应该说是系统出了问题。其实系统有没有出问题，我们外人怎么知道？可是问题川普总统已经指出来了川普已经说那个国防预算的问题更大。前2天马斯克想要去这个五角大楼去开始派他人进去查账，就被挡在外面，800个警卫挡在外面不让他进去然后事实上的话，这个川普也非常清楚，他在第1任的时候曾经派了专业的审计人员坐着直升机要去这个当时阿富汗的美军基地去进行审计。审计的话就是查账，就看你这个账看看你的账目上跟你的现物是不是符合。然后我现在有多少我有多少个装备还在不在？装备是不是已经被下面人已经卖掉了，卖给当地的附近的军阀了，对不对？都不知道。结果你知道那个审计人员后来发生了什么惨状？他们坐的2架直升机都同时坠毁，机毁人亡。所以川普事实上也很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那我们已经知道美国这些潜水艇舰艇上买一个买一个椅子就要3万美金，对不对？买一个杯子就3000美金，这种
说匪夷所思，一个垃圾桶、一个马桶都是几万美金，所以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大家知道了。所以美军有没有严重贪腐？绝对有严重贪腐。所以这个是川普他要下手去好好的调查的。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航空总署US 这个航空总署，事实上在上个月，就是说美军的飞机直升机撞毁了一架民航机，在这个雷根机场，就在华府的旁边的雷根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川普出来举行记者会的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空管人员有严重的问题。他说这个美国的航空总署事实上在用人的部分没有把专业放在前面，也就是说他们主要在奉行什么 DEA， 也就是说所谓的多元化、平等，还有说包容性的用人政策。所以很多考虑的时候，不是考虑你是不是有专业，是靠你是不是能够满足那个种族跟性别上的那个配额。这个时候这个配额一定要给某一个种族，一定要给什么？一定要给什么性别的，或者说没有性别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专业不在，那这个美国的整个的政府整个的监管系统，从军方到民间，事实上因为美国的整个系统的腐败，一些非专业、非专业考量进入了整个的这个机构的选拔过程，再加上美国这些将军们这些国防部的大员们都跟美国的军火工业都是挂钩的。所以呢，真的川普现在真的任重道远，他如果不好好把美国这些贪腐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话，美国永远不会 great again， 他的 mega 是达成不了的，他自己也很清楚。好，来请教杨老师。中美争霸，我觉得才是真正川普心中的对外政策的核心主轴，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现在跟美国挑战成为对手的就是中国，方方面面。那可是现在他上任1个月，似乎看起来只有针对额外征收10%的关税，中国大陆也反制回应。后续好像他是说要100日之内，要希望能够访问，在100天之内访问，就是北京见到习近平。似乎好像中美的对抗的主轴不是这一阵子的焦点。各位，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主轴越来越浮现。你看18号 Rubio 跟拉夫罗夫在沙特阿拉伯这个会面，他达成了4点共识。Rubio 自己出来讲，第一点，我们要恢复美俄的外交关系，只有在沟通机制正常运作下，才能确保和谈继续。OK， 可以了解。第二点，双方指派高层继续在找方案。第三点，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会思考战后美俄之间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这里就点到重点了。所以，川普在俄乌战争的结束，他要确保美国利益3500亿能够拿回来，甚至能赚更多。然后呢，改善美俄关系。后面当然就是要去分化中俄关系，至少把现在不均等的三角形美中俄变成一个对等边三角形。那同时你看到，我也注意到，你看到目前为止，日本、印度的首相、总理，石破茂跟莫迪都去过白宫了。然后呢，在这一阵子，从南海到菲律宾到西太平洋，军事的演习发言不断。甚至 Rubio 也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提到，跟 G7 认为要求中国大陆不可以在南海单边的改变现状。那还有一个不要忘记，美国国务院把美台关系当中的不支持台湾独立给删掉。虽然它不等于是川普自己本身的意志，但绝对至少是 Rubio 他的想法，美国国务卿。所以从这些看起来，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布局印太的军事的部署。虽然不知道他要怎么部署，因为现在的情势对美国并不利，但是呢，美国川普绝对不会退缩。那同时，当然也在开始准备对中国大陆进一步的关税战
科技战的2.0，这才是它的重中之重。我预期大概时间点在今年的下半年。去川普1.0的时候，他等了1年半才开始对中国大陆课税。现在川普只有4年，4年后面2年，一个是期中选举，一个是美国总统大选，所以他一定会在这2年之内做好布局。这上半年去整个做清扫，俄乌战争也好，各个不同的关税的苛征也好，下半年我觉得他会回到主轴，而且我们现在我个人也看到这些征兆不断的出现。好，请教将军。在亚利桑那州2架美国人的小飞机空中相撞，一架失事坠毁，另外一架这个平安落地。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它出了2个问题。第一个，它虽然它的机场没有管制员，它这个小机场，但是它临近的机场它有管制员，它可以提供这小飞机相关的空中航情，大家彼此互相知道彼此的位置、高度，还有方位，还有距离。是这样啊，都会提供的啊。为什么没有提供？它会提供相关的，大家知道，在空中的话会保持目视，因为小飞机它没有雷达，它是目视飞行，它没有雷达很重嘛，那它的电力也不够。那这样的话，这个空中管制也出了一些问题啊。它提供一些雷达的这些资料给飞行员，飞行员可以知道相关的位置。第二个，这个机场就算是简易机场，它没有塔台管制，但是它有进场程序。大家按照进场程序鱼贯而入，它有要拦截哪个圆弧，什么时候做穿降，穿降的高度是多少，最后进场的高度是多少，使用什么跑道，这都有规范的。你可能有人超捷径啊，那超捷径刚好相撞，因为没有你超捷径就没有空中的空层隔离，你没有按照穿降的程序，你就没有时间的先后隔离，那就没有办法撞在。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人为因素，就没有什么机械因素，2个相撞在一起。又没有故障，那人为因素才换掉它的管制跟飞行员在这一方面的空中纪律的跟空中航空管制程序的遵守这方面出了问题。那我们先来看印度，它现在还会打那个俄罗斯牌，要俄罗斯的这个苏凯57逆中战机啊，也飞到印度去做展示。但是印度其实是想买美国的 F-35逆中战机，是这样。印度要自己做可能性非常的低，因为印度现在它如果自制逆中战机，它3个没有办法克服的。第一个，印度没有办法制造引擎，它引擎还是要向美国来购买它的发动机，印度做不出发动机啊。那第二个，印度的自制率是非常有限的，它还要买其他的系统件，不管是雷达系统件、火控系统的系统件，或者是敌我识别机的系统，通通系统件都还要外购，它自己的产能是有限的，它要买系统件来做组合，来做整合。所以印度在这一方面真的要达成它完全非常高比例的自制率是有问题的。第3个，印度的后勤补给，尤其是飞机的后勤维保，它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系统太复杂，有俄罗斯系统，有法国、欧洲系统，有美国系统，还有它自己印度国产系统，太复杂，造成它后勤保障能力跟后勤维修的能力是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障碍。所以他认为这个印度要做逆中战机，那不如就向美国或俄罗斯购买。那至于向俄罗斯购买的可能性高，还是向美国购买的可能性高，他会打俄罗斯牌，然后希望买美国，是看美国卖不卖。美国在这方面，因为美国要考虑到区域的平衡，要考虑到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态度，也要考量到他的这个印度的敌对国家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有时候也会跟美国在外交上面也会做折冲尊主，对印度这一方面的军售是有所一些限制的。好，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